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现在各种条件都越来越成熟了。日前，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如是说道。但是关于这一大业何时启动，张文木卖了一个关子，其表示或许还差最后一个条件。我们知道，如今的中国发展形势大好，这也为我们完成统一大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拿成绩最为显著的中国海军来说，如今的中国海军正在以下饺子般的速度飞速的发展着。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美国智库预测称，到2030年，中国海军将还会再接收大概100艘新舰艇，这也将使得解放军的战舰总数达到425艘。毋庸置疑，这一总数必将给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海军带来十分大的压力。当然，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海军造舰能力的飞速提升。美媒表示，如今的中国已经能够独立建造各类舰艇，而不再是和发展初期一样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更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发展趋势不仅仅表现在海军上，还表现在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里。这也刚好印证了张文木教授所说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但是反过来说，中国发展的越好，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遏制也就愈发强势频繁。前一段时间，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的盟友在中国敏感问题上的挑衅姿态前所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先后表示，在必要时候将会出动军事力量协助美军行动，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尽管此前日澳也时常跟随美国挑衅中国，但是如此直白的在中国红线问题上表态却是十分罕见的。分析人士指出，这或许是美国将要采取军事行动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崛起的先兆。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统一大业或许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而关于具体的时间，张文木表示，尽管条件成熟，但谁都无法说出具体的时间。言外之意，统一大业只差最后一个条件，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如果贸然行动，其背后或将面临很大的风险。而至于是什么样的合适时机呢？不少人表示，美国军舰或者驻军抵达之时，就是我军武统之时。而美军最新透露的模糊消息，或将会触发这一开关。日前，有匿名人士证实，美国陆军安全部队救助旅官兵已经进驻到对岸，而对岸士兵的一句美国军队待遇太好的抱怨话，似乎也佐证了这一传言。最近的巴以冲突一度让国际十分紧张，而美国的态度更加加深了这种担忧。早在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就曾紧急召开会议，但是3次推动调停声明的决议都被美国单方面给否决了。至于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也可以大致猜得到。一直以来，以色列就是美国在中东的关键盟友，而对于美国而言，以色列是其染指中东的最重要棋子。因此，在解决中东问题上，美国一直十分偏袒以色列。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美国的偏袒纵容，使得巴以冲突发展到如今这一局面。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一向都是靠战争财发家，因此中东发生战乱对于美国而言是好事，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大量兜售军火。消息显示，美国已经批准向以色列出售高达7.3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但是奇怪的是，在大费周章阻止巴以局势降温以后，拜登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日前，美国方面终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停火，这是美国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首次提到停火。美国态度骤变的背后又在打什么算盘呢？分析人士指出，很有可能是美国出于国际舆论压力而被迫选择发声。从当前国际民众的表现来看，这不是没有可能。消息显示，美国国内以及欧盟成员国民众都或多或少地发动了一些抗议示威游行，针对的就是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不当表态。但是按照美国的作风来看，这一定不是美国被迫调停的主要原因，其根本原因或许跟我国有关。我们知道，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美国开始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而美国在巴以冲突上的姿态似乎与美国所强调的战略中心转移并不相符。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这一事件的惯常反应似乎也表明美国根本无法彻底从中东泥潭脱身。如果美国继续插手巴以冲突，支持以色列，那么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在印太的总体布局。但是美国现在却意识到重点，在巴以冲突上的态度巨大反转，已经很好的证明这一点。而接下来，美国必将在印太地区采取一些更为强势的遏制举动，因此对于美之后的举动，中国应该警惕。不过，无论美国放松哪一个战略目标，他们都会面临一定的损失。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美国在全球布的局太大了，如今已经开始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日前，一场中美大国之间的较量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人说，中美对抗是大国崛起的历史必然，但面对强势崛起的中国时，妄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第一反应就是遏制，不加思索的遏制。也正是由于美国毫无底线的挑衅举动，外界纷纷担心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基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中美两国不同的国防姿态分析，未来可能的中美战争大概率会发生在海上。
而且是在中国海域周边。作为拥有航母舰队的大国海军来说，中美两国航母之间的对决也必将成为海战取胜的关键。那么这场可能的海战结果如何呢？对此，俄罗斯专家的说法令人意外，其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航母此时发生冲突，美国海军将获胜。提出这样一边倒看法的是俄罗斯火箭炮学院的成员康斯坦丁·西夫科夫，其认为决定现代条件下海战的进程和结果的关键要素不在于进攻性武器的威力和数量，而在于空中侦察能力。基于这一观点之上，该名俄罗斯专家忽略了中国近海的防御力量，也即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系列反舰导弹的威力。其认为美国航母所携带的舰载空中预警机1-2以及 EA-18 咆哮者电子干扰机等能够良好的进行空中预警以及侦察。相比之下，其认为中国国内并没有同类型的电子侦察机。不可否认的是，中美在电子侦察这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凭借这一点就得出中美航母大战的结局未免有点过于草率。当然，为了让美国的赢面看起来更大，该名专家还表示，中国的卫星无法定位，且无法保持连续的通信，中国的战舰只能获得美国军舰的大概位置，而美国海军在确定中国航母位置这方面要快得多。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该名专家的个人观点，而是其引用美国媒体的一个观点。显然，基于这一点，扩大美国海军的赢面未免太不光彩了。谁都知道，如今中国的北斗全球导航系统已经是声名在外。此前，欧亚时报曾报道称，在全球165个国家中，中国北斗全球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已经超过了美国 GPS。那么又何来中国的卫星无法定位这一说呢？可以说，中美航母之间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但是近些年来，中国海军凭借着飞速发展的姿态，正在慢慢弥补这一差距。更何况一旦发生海战，中国凭借着强大的本土作战优势，怎么会让战局呈现向美国一边倒的态势？可以说，美国过于低估对手，必定会输得很惨。不久前，一则美军秘密进驻台湾的消息在互联网发酵，起因是有台军士兵在社交媒体上抱怨美方待遇比自己好，这样一来似乎暴露了台湾军营中的确有美方人员的事实。对于咱们而言，美军进驻台湾无疑就是踩出红线的行为，毫无疑问，在未来中国统一的进程中，美军会是绊脚石。如今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美联储疯狂印钱，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近在眼前，战争阴影随之而来。不少人认为美军可能会挑起台海战争。如果说战争不能避免，那么中美台海战争将如何开打？在这里，我们把中美台海战争形势姑且分为3种，即小打、中打与大打。首先是小打，美军不直接出兵参与，而是将台海战争演变成代理人战争，即为岛内提供武器装备与资金支持，就像美国人在叙利亚那样。但问题是，美军即使大力资助岛内台军，面对解放军的绝对优势，岛内也不会有任何胜算。再来说说中打，这种情况下，美军及其盟友直接出兵台海，但请把战争范围控制在台湾以及大陆近海，而不涉及大陆本土。从国际战略来考量，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美国，这样的战争方式都属于高风险与高收益，不仅关系着两国直接较量的胜负，也关系着中美未来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无论是对于中方还是美军，进行这样的局部战争都需要谨慎，需要让自己有胜利的把握。而从各方面的因素来看，若把战争集中在中国近海，中国无疑占据着天时地利与人和，仅凭借完善的区域拒止反介入体系，解放军对美军的胜利至少能达到7-3开。最后就是大打，如果说美军意识到将战争局限于台海的话，自己无疑处于劣势，于是决定将大陆沿海城市设定为打击目标，并且封锁马六甲航线来围困中国资源进口的话，对于咱们来说风险无疑大大增加。不过一旦美军做出这样的决定，美军在第1岛链与第2岛链的军事基地也将成为解放军的打击目标，而要攻击这些地点必然会用到弹道导弹，这也会造成美国方面容易出现战略误判，从而动用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也会采用核反击，这样一来，这场战争也就不存在胜利者了。从以上分析来看，若美军真的要挑起台海战事，小打无意义，大打承受不起，因此将战争局限于局部可控是最有可能的。而鉴于解放军在台海的优势，美国势必在此之前会小动作连连，以提升自己的胜算，因此咱们也不能放松警惕。